夫人这几日累坏了吧？列到重点。哎，太重啦，轻点。这又太轻了。夫人，你最近越来越难伺候了啊！哎呀，冬青，你给我好好按呢，我就赏你银子。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冬青，这几日在准备祭礼之时，我了解了很多关于老侯爷还有二爷的事迹。他们戎马一生，为国为民。如果他们在天有灵，能看到侯爷做得这么好，一定很欣慰了。哎，侯爷，怎么是你啊？我去给你沏壶茶。让我这样抱你一会儿。二爷，你生爱竹之高洁，这幅墨竹，你可还喜欢？你放心，家中一切都好。四弟已成国之栋梁，他必能找到欧家陷害忠良、为非作歹的证据，为你和老爷讨回公道。我们徐家世世代代保家卫国，以守土护民为己任。你们都要谨记，身为徐家人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但不能断了脊梁，失了气节。这日子过得真快，明日就立秋了。按照往年的惯例呢，皇上命誉王代为宴请部分朝臣及家眷。来传旨的公公特意点名要十一娘赴宴。明日，义珍啊，你和十一娘随我同去王府赴宴。是，母亲。十一娘，原本官家女子的才艺是不传于人前的，可你执意要参与仙灵阁，还把绣品传入宫中，弄得满朝皆知啊！若明日誉王传你问话，你要切记谨言慎行，不要给徐家惹祸才好。是，母亲。哎，珍哥慢点儿！哎呦，祖母，你看，这是我和唐妈妈做的兔子花灯。小兔子灯，珍哥的手真巧，改日给祖母也做一个好不好？好。祖母，玉哥上哪去了？这几日怎么都不见他了？
他说要去乐山读书，是他已经走了吗？小真哥呀，那次你进了小黑屋以后没有出来，你还愿意跟玉哥玩吗？这件事不怪玉哥，是我自己贪玩走丢的。哟，真是个乖孩子。刚才你说对了，玉哥呀，马上要去乐山念书了，你爹让他在屋中温习功课，你不要去打搅他。好，陶妈妈带他下去吧。是。真杰哥，跟他一起去玩兔子灯吧。好嘞，来一起。我们徐家能走到这一步，十分不易。乔莲房作为姨娘，她没能管住自己的心魔，为了一己私利，无所不为啊。还有文姨娘，跟欧家里应外合，成了内奸。今日我要你们记住了，在家里作恶的人绝没有好下场，绝不能姑息。我们徐家必须要同心协力，只有这样，我们徐家的100年基业才能生生不息呀。是母亲。太夫人，外面凉，披着点儿。当年我痛失老爷和令安，犹如失去了主心骨，一心盼着家里多一些子嗣，担起重任，能护着一家人平安顺遂。可如今没想到的是，家中频频生事啊！太夫人，您多虑了。除去那些害群之马，对徐家呀，并没有什么损失。现如今，侯爷又能独当一面了，在朝堂之中，为徐家呀又争得了一席之地，您还有什么担心的呢？侯爷是处处为家着想，但也不是事事都能让我安心的。要不是他一心纵容，这11娘能至今还留在仙灵阁吗？他一心忙于自己的事，哪还顾得着这个家呀？以致他的肚子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当初仙夫人指定罗家姐妹代替她的位置，是为了保全尊哥。若夫人诞下嫡子，那会威胁到尊哥的地位。四夫人是个聪明人，至今未育嘛，恐怕也是有这方面的顾虑。侯爷早就给罗家吃了定心丸了，尊哥是世子的不二人选，你说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我看他根本是心不在此。好了，夜深了，咱早点歇息啊，走。这次虽然是一次宴会，但是与这些达官贵人打交道，处处都显示着人情练达的官场学问。燕心，你头一次与他们碰面，要不失礼仪，要向你哥哥多多学习。是，父亲。
刘总管，靖远侯您来了，贵客驾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包涵呐。慢点，这一路总算到了。你在万寿宴进献的绣品，皇上很满意。今日誉王会代替皇上赏赐于你。哎，一真啊，怎么了？那位竹画师怎么会和欧家的人在一起？什么竹画？就是祭礼上我烧给二爷的那幅竹画。想必这位也是令郎吧？正是。宴行呢，他常年在外，恐有失礼仪。今日赴宴，还请刘总管不要见怪。哎呀，侯爷您客气了，里边请。去，来。他是靖远侯的儿子。我竟然将仇人的画作烧给了令安。哎，一真二嫂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永平侯、徐太夫人，里边请。可以吗？好。跪下。母亲。侯爷，我今日只有一句话想问十姨娘：为何仙灵阁会有欧家的人？这也是我想知道的。既然你知道欧雁行的身份，为何还要将他留在仙灵阁？事情并非你们所想的那样。这么说，侯爷，你也知晓。你明知道十一娘与欧家人有联系，你不加阻拦，还如此纵容她，难道你忘了欧家人对我们徐家犯下的罪？难道你忘了父兄的仇了吗？母亲，欧雁行虽是欧家人，却不知尘世，也从未参与欧徐两家的争斗。他化名林世贤，机缘巧合加入了仙灵阁，还多次相助我们徐家和十一娘，因此我才没有阻止十一娘与他来往。母亲，二嫂，你们若是要怪罪十一娘，我难辞其咎。侯爷，可他毕竟是欧家的人呀，欧家放任他留在仙灵阁，肯定是不安好心。十一娘，你知道二爷死得有多冤吗？而我竟然用仇人的画作去祭奠他，你让他在九泉下如何瞑目？而我以后又有何脸面去见他？二嫂，一真，可竹画一事本是一场误会，更何况欧雁行已经离开了仙灵阁。二嫂，此事是我的疏忽，让您伤心了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知错就好。这些事就因为你执意要留在仙灵阁所造成的。我要你就此离开仙灵阁，从此在家相夫教子，打理内宅。母亲，十一娘在仙灵阁研习刺绣，
帮助他人，本是值得嘉许之事。更何况十一娘没有因为仙灵阁而影响家中事务，母亲为何要苦苦相逼呢？侯爷，不管是依着朝廷的礼法，还是徐家的家规，他不应该出外行商啊。之前我是看在你的份上，未予计较。可从今日开始，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。女子当守本分，你既然进了徐家，就应该把全身心放在徐家，有所分心便是错。好，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。母亲，母亲说的在理，烛花之事也是我的疏忽，才让二嫂伤心，让母亲失望。母亲和二嫂如何责罚我，我都甘愿承受。可让我退出仙灵阁，我实在做不到。为何？在成为永平侯夫人之前，我是罗十一娘，刺绣就是罗十一娘的精神寄托。我喜欢刺绣，我也希望能帮助到更多有志于此的女子。我不想因为成为永平侯夫人，这些就都消失掉，还请母亲还有二嫂成全。可是仙灵阁已在欧家的眼皮子底下了，只要你在那儿一天，难保不会被利用，伤害到徐家。烛花之事就是由此而来啊！见前避后吧，孩子，退出仙灵阁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母亲，你让我待在仙灵阁吧，我以后一定小心行事，我不会让徐家因为仙灵阁而陷入危机。十一娘，自从你进了徐家，我对你可有半分的怠慢？怎敢说怠慢？二嫂对我就像亲妹妹一般。我从未对你有过任何要求，如今我仅仅为了徐家，为了冤死的老爷和二爷着想，就这么难吗？二夫人，二夫人，哎，二夫人，回房去，回房去。水姨娘，从今日起，你就待在西跨院，不准离开一步。侯爷，你二嫂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对得起徐家的列祖列宗吗？四嫂，我听说母亲将你禁足了，特地过来看看。你竟然还有心思在这刺绣，都是这刺绣害了你。丹阳，秦姨娘坐。
男阳女阴各秉天赋，自古以来都是男人在外建功立业，女人在内勤俭持家，这是规矩。不守规矩，你就是自找苦吃。四嫂，你为何不能像别的女子一般，单纯的相夫教子，安然于世呢？难道女子就只能相夫教子吗？在相夫教子之余，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就是错的吗？其实，自夫人进家门以来，无论是伺候太夫人、照料尊哥、处理家事，那都是尽心尽力，不辞劳苦，并无让人指责之处。夫人的刺绣技艺高超，若就此埋没了，也确实是太可惜了。只是这徐家家规森严，发生这样的事儿，太夫人肯定不会轻易让步。侯爷就算是有心护着夫人，那也是不能太过违逆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夫人，钱太太和茂国公府的王夫人来了。好。四嫂，你家姐妹来了，你们先说话，我跟秦姨娘就先走了。你们怎么一起来啦？妹妹倒是好性子，都被禁足了，还这般若无其事的。是陶妈妈送的信说了你的难处，我们一听就过来了。听说你因为经营仙灵阁的事惹怒了太夫人，被太夫人禁足了。我当然要过来看看了。我们俩一听到消息着急得不得了，赶紧过来了，生怕你又受到什么委屈。她能受什么委屈？性格这么倔强，不给别人委屈受就不错了。让两位姐姐担心了，是我做错了事，应当受罚，不委屈。你打小性子行事就比我们俩有主见，可到底身份不同了，以后做事不能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啊。我看你这侯夫人当的呀，也是够艰难的。你教训我的时候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怎么到了徐家就成了鹌鹑被人拿捏了？原来也就是个外力内人之辈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二姐这是特意来看我笑话的。风水轮流转，你教训我的时候，可想到了今日？好了好了，你没事，我们俩也就安心了。这刚才着急来看你，都没去给太夫人请安，实在是不合礼数。我们俩呀，赶快去给太夫人请个安。那姐姐们快去吧。哎，走了，二姐。二姐，我不指望你说什么，这求情的话呀，我去说。你要是再这样口无遮拦，得罪了太夫人，连累11妹妹，我绝不与你罢休啊！哟，五妹好厉害啊！那我倒是要看看你要怎样与我不罢休啊！待我孩子出生，绝不让他认你做姨母。还是那么幼稚。那我说的你得听啊！你们是稀客，姐妹之间当然应该多走动走动，是件好事。太夫人说得对，我们也很久都没有见过妹妹了，这今日来看望她，才知道她行事不当，得了太夫人的教诲。那我们妹妹其实已经知错。
十一妹在家之时的确有些任性，不过我看她自进入徐府之后啊，就变得谨小慎微，做事也越发有章法。还是太夫人您教得好啊！王少夫人此番赞誉，老身怕是不敢当啊。怎么会呢？我看我十一妹执掌钟馗以来，得太夫人和侯爷的信任，把徐府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对长辈孝顺，对小辈爱护，对下人们赏罚分明。这侯爷呀，对十一妹也是爱护有加，各个方面都好极了。这自然是太夫人您教得好啊，我们这些做姐妹的都替她开心呢。这十一娘的好，老身是看在眼里的。如若她有违矩之处，那老身自然也不会姑息啊。十一妹是您的儿媳，您自然是为她好的。只是这十一妹还年轻，若是有什么不周的地方，还请您多多包涵。这罗家和我这个做姐姐的，也会多提点十一妹，让她谨言慎行，别惹您老生气，也伤了我们几家的和气。王少夫人的意思，老身明白了，也请王少夫人放心。十一娘虽有逾矩之处，但她能知错就改，所以不至于伤了两家的和气。太夫人仁慈。二姐，你刚才胆子也太大了，这一句接一句的，你就不怕得罪太夫人啊？即便我们人微言轻，可来了这一趟，若是连句话都不敢说，岂不是让人更瞧轻了十一娘？放心吧，听太夫人的意思啊，只要十一娘肯认错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合着是我误会了，我二姐还是十分关心十一妹妹的嘛。谁关心她了？即便我不想承认，可她也是我的姐妹。若是她被人瞧轻了，丢的可是我的脸。侯爷，给。别担心，母亲的性子我最了解，她此时正在气头上。你越是违逆，她就越坚持。事情只会僵持不下，不妨我们过一段时日，他气消了，我去劝劝他，相信事情会有转圜的余地。这是我答应简师傅要帮他绣完的。那把它绣完。从四嫂进门，我就觉得她与旁人不同，总觉得她的言行举止都特别让人瞧不顺眼。
之前我总觉得是因为她是庶女，身份低微的缘故，可直到如今我才明白其中的缘由。你又明白什么了？我之前之所以讨厌她，是因为她做了我想做而做不到的事。从小我就被告知女子该如何不该如何，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如何。可四嫂却能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，我特别的佩服她。哎呦，我的乖乖哦，你该不会是也想开个绣房吧？家里已经够乱了，你可别再火上浇油了。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就算有那闲心，也没那本事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还以为你跟四嫂学坏了呢。学坏？你觉得四嫂做错了？啊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就是没有四哥那么心宽，可以让自己的夫人抛头露面，风吹日晒。没出息。二夫人，也别太过忧思了。二爷若泉下有知，肯定会谅解的。这谁知道徐家人居然和欧家人有联系，全当是个意外吧。此事已过，也无需再提了。仪珍啊，母亲，太夫人。仪珍，娘来看你了，身子好些了没？让母亲为我担心是儿媳的不是，母亲放心，已经好多了。行了，不必多礼，都坐下，坐。唉，今日十一娘的两位姐姐来过了，本以为王少夫人和十一娘不睦，没想到这话里话外啊，竟为十一娘说话撑腰，这倒真是让我有些意想不到啊。可见是十一娘的真心感动了她。如今她们姐妹同心，不管是对十一娘还是对我们徐家，都是好事。这个十一娘啊，能以德服人，确实有徐家主母风范。但就这个竹画之事，确实让我很失望，不然我也不会苛责于她呀。其实十一娘心地也并不坏，这次的事只是她一时间没有想明白，毕竟她没有经历过徐家的劫难，难以体会我们的心情。等她想通也就好了。太夫人，妾身想，一定是仙灵阁事儿太多了，夫人一时顾不上家里，才会有此疏忽的。她能顾上小小的仙灵阁，这偌大的徐家她就顾不上了吗？那三天两头的往那个仙灵阁跑，成何体统啊？在她心里，还有没有把自己当成徐家主母啊？太夫人息怒，妾身不是这个意思，妾身是想说，夫人一向有主见，既然有此疏忽，或者是有一些不利于夫人的流言，一定不是夫人的本意。太夫人千万要相信夫人呀！坐。好。她呀，就是太有主见了，竟敢与欧家牵连。我要是再不管教她、约束她，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。母亲，行了，你们不用再替她说话。我心里很明白，我们徐家需要怎样的主母。我一定要好好的教教她为妇之道，不然我怎么把徐家、把侯爷能放心的交到她手中啊？谁能想到，那日来求画的人竟是徐府的二夫人？看来十一娘在徐府一定受了不少劫难。那日本是我在仙灵阁的最后一日，有人来求画，
我想着善始善终，也算是缘分一场。没想到害了十一娘。公子不必这样说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也无需自责。秦姨娘，你来啦！你看，这都是我花圃刚下来的花，怎么样？秦姨娘养的花自是无人能比。一会儿你叫2个小厮过来，拿2盆过去给夫人瞧瞧。还有，我有一副绣帕，也想给夫人看看。你知道的，我在家闲来无事啊，就想跟夫人讨教一下刺绣的学问。哎呀，我这一手的泥，琥珀，你帮我拿一下吧，就在那个柜子上面。好，琥珀，不是这条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有这块绣帕？你和童姨娘是什么关系啊？你说谁？童姨娘？哪个童姨娘？这半块绣帕，她是童姨娘的。童姨娘是先夫人的陪嫁丫鬟童碧玉，我和她都是丫鬟出身，关系亲近。这是她死之前给我的。你有另一块，难道你就是碧玉的妹妹？秦姨娘，并非我不相信你，只是此事事关我姐姐，我如何才能相信这半块绣帕，她是童姨娘的？碧玉死之前，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她妹妹。我如今遇到了你，我一定要让你们姐妹相认。来。这就是碧玉生前住的地方。这些刺绣，全是她生前亲手绣的。琥珀，你可以对比一下针脚。这是我姐姐的绣帕。这是我姐姐的绣帕，原来我一直寻找的姐姐，她就在徐府。可是如今她……碧玉去世的时候，还在念着你，可惜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姐姐她是怎么死的？秦姨娘，我求求你告诉我吧，我找了她很久了，我必须要知道真相。你先起来，琥珀，你可知道，你姐姐身为一个妾室，为什么去世以后，这屋子却能保留下来呢？
秦姨娘，如今只有您能帮我了，求您务必想办法帮我找到事情的真相。您的大恩大德，琥珀永记在心。哎呀，你怎么又跪下了？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先起来。也罢，碧玉是我的好姐妹，如果她的死真的有冤情，我也有责任帮她查清楚。多谢秦姨娘。快起来。这也奇怪了，你说侯爷对出身好的乔莲房都不曾高看一眼，怎么会看上碧玉呢？那碧玉呢，她也是誓死不从的，一开始。于是这个仙夫人就使了一点手段。什么手段啊？那个碧玉嘛，不是有个妹妹？啊，碧玉还有个妹妹啊？啊，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啊？仙夫人呢，就利用这个碧玉的妹妹做威胁，然后让碧玉趁着侯爷喝醉了酒，偷偷爬上侯爷的床。侯爷第二天醒来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是不得已才收了碧玉做姨娘。原来是这样。哎，难怪碧玉不受宠，原来侯爷是被逼的呀。所以呀，这侯爷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进过碧玉的房间了。那这仙夫人的计划失败了，就迁怒于他，偶尔说些重话，那是常有的。那没想到那碧玉呢，她自己又软弱，受不得别人的嘲讽。嘲讽啊？嘲讽他不要脸，然后说他为了上位，就偷偷自己爬上了侯爷的床，结果碰了一鼻子的灰。你说那谁也受不了这话是吧？他自己又软弱，那后来就想不通，就上吊自尽了。你说这……哎，其实那时候碧玉一直郁郁寡欢，但她什么都不肯跟我说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侯爷当初不那么冷漠，能稍微关心他一点，毕竟已经是侯爷的人了嘛。这人的心如果没有冷透，总也不至于走上这种绝路。谁说不是呢？可你见侯爷对谁痴心重情过？那仙夫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，也不会想出抬碧玉做姨娘这事儿来顾宠啊。那倒也未必。我看侯爷对现在夫人就挺上心的。看是现在好，将来还不知道怎样呢。嗨，不说了，来，我们再喝。
陶妈妈，起来再喝啊。喝。陶妈妈，铜碧玉说起来，其实是罗元娘和徐令仪联手逼死的。此事一定要经过陶妈妈的嘴说出来，琥珀才会相信。只要琥珀知道了真相，以她对夫人的忠心，必定在徐家掀起风浪，有利于大人的谋划。那丫头能有这么大能耐吗？大人不要小看这丫头，夫人对她非常信任，此事我有80%的把握。秦姨娘，我姐姐是夏夫人和罗家用我来逼迫她的。我也接纳了我姐姐，就不该对她置之不理、不闻不问，任由他人欺辱。我姐姐是被罗家和侯爷一起逼死的。其实，像这样的勋贵之家，看似光鲜亮丽，但是其中的艰辛，外人怎么会明白啊？夫人身为正室，都会受到逼迫，何况是像我们这样的妾室、奴婢呢？秦姨娘，多谢你让我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你的恩情，琥珀没齿难忘。欧远行已经离开仙灵阁，不再跟仙灵阁有任何瓜葛。孩儿希望母亲允许十一娘继续留在仙灵阁。欧远行是欧远行，十一娘是十一娘。她骤然离开，难道不会有别的目的吗？十一娘，从今日起，我希望你回归内宅，安守妇道。母亲，我觉得仙灵阁并未影响十一娘在家里当一个称职的主母。十一娘进徐家多时，迟迟没有子嗣，就这一点，足以算得上她不够称职。十一娘还年轻，子嗣迟早会有的。如若侯爷这么维护她，我也不便多说。只是十一娘分心在外，无法全心全意地照顾你，而你身边只有一个秦姨娘，这远远不够。我准备给你纳妾。母亲，这绝不可行。近几日，我会给你准备几个妾室人选。如果你还把我当你的母亲，就不要推辞。行了，我累了，你们都回吧。
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拿起。侯爷的心意，我自然是明白的。但母亲的心意，也不是你我能左右的。母亲的心意，不代表我的想法。我明白。说到底，还是我做的不够好，做的不够周全。在我看来，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。我只希望你能顺心而活，一切有我。今日太夫人逼迫夫人，我看在眼中，就联想到了姐姐。虽说侯爷如今一直维护夫人，可他当年对我姐姐做出了如此绝情之事，焉知他日不会背弃夫人呢？在这徐家，想要当好一个主母，实在是太难了。真是一入侯门深似海。元娘和侯爷都是无情无义之人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夫人是好人，可自从入了这规矩森严的徐家，不管她怎么努力，都得不到认同。看着夫人日渐消沉，我真的担心她会步了我姐姐的后尘。夫人毕竟是正室，只要她不犯什么错。你哭过呀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为夫人的事担心而已。担心什么呀？你担心侯爷要纳妾的事儿啊？你放心，侯爷不会那么做的。你又如何确信？若你中意一人，可你的爹娘不答应，你敢违背他们的意愿吗？早知今日，还不如当初让夫人签了和离书离开徐家。离开侯府，你想的挺容易的，但是女子和离是要受千夫所指的，而且罗家肯定就不会再接受夫人了。那你要夫人下半辈子怎么办？可夫人当初一无所有，她宁可逃婚，也不愿意被这后宅束缚。如今夫人有了仙灵阁，更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。徐家人如此逼迫夫人，以夫人的性格，她会被和离带来困扰吗？啊，你这都是什么歪理？而且侯爷对夫人这么好，为什么要和离啊？冬青，人心是会变的。我觉得侯爷是不会变的，侯爷肯定会帮助夫人度过这次难关的。侯爷，你以为你真的了解侯爷吗？何况我们现在在说夫人的事，你为何张口闭口都是侯爷？那夫妻本就是一体，夫人有难，我当然第一个想到侯爷了。我看未必。冬青，有一句话我如今必须要说出来。我觉得你对侯爷的敬仰和关心，已经超出了一个做奴婢的本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，琥珀？我是想劝你，看清楚自己的心，你到底在想些什么？
你今天真奇怪，我同你好好说话，你跟我阴阳怪气儿的，我不同你讲。傅大人这么开心，是有什么好事吗？如何？漂亮啊！傅大人是要准备送给冬青姑娘。你怎么知道？从我发现你老缠着冬青姑娘开始，我就知道了。鬼机灵！侯爷在吗？在里面。近几日，我会给你准备几个妾室人选。如果你还把我当你的母亲，就不要推辞。侯爷，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，我想求那些一事，我绝不妥协。可母命难违，到底有何两全之法？这太夫人找我呀，可算是找对人了。因为这城中的小姐呀，没几个是我不知情的，指定给侯爷找一个顺心顺意的。夫人待我宽厚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此折磨。如若待在徐家，就要忍受这般。那这荣华富贵不要也罢，还不如离开算了。哎呀，你小点声，过来。你看看你，一着急张口闭口就是离开，这是一桩小事吗？夫人做事一向稳妥谨慎，断不会这么轻易离开侯府的。可徐家人步步紧逼，夫人未必不是这么想的。那退一万步说，就算夫人顺了你的意，离开了侯府，短时间在京师应该也待不下去了。她一个人漂泊在外，没有身份地位的支撑，应该依靠谁呢？去吧。夫人，太夫人都对你这样，你还给她做衣服？不然呢？不管如何，先把自己做好。快去吧。夫人，要不还是让我去吧，让冬青留下来陪你。也好，那琥珀去吧。你这脸色出去，让人瞧见了，还以为我罚了你呢。夫人。有劳琥珀姑娘了，太夫人已经歇下，不如留下来喝杯茶吧。杜妈妈客气了，我就不多留了。近日侯爷的贴身衣物丢了2件，我得赶紧找找，免得夫人着急。侯爷衣服丢了？你们屋里不就那么几个人吗？这说的也是呀，平日里只有我和冬青才能接触到侯爷的贴身衣物，这怎么还能丢了呢？那杜妈妈，您先忙着，我就不打扰您了。哎，好。太夫人，听琥珀那丫头说，侯爷的贴身物件丢了2件。我怀疑，说。我怀疑是冬青拿的。竟有此事？那您看要不要给他打发了？若真有此事，说不定还能派上大用场。行，去吧。哎。
这腰带上的刺绣果然精细，针法也颇为别致。只是不知道傅大人会喜欢什么样的绣纹。不如绣个祥纹，吉祥如意，他应该会喜欢吧。给我搜！是。证据摆在面前，你还敢说对侯爷没有非分之想？母亲，侯爷的衣物是我让冬青打理的，不知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，我们不妨听冬青先说一说。好，那你说，你藏着侯爷的腰带做什么？太夫人，我藏侯爷的腰带是为了学习上面的针法。学习针法？你放着你家夫人这么好的师傅不去学习，一个未嫁的姑娘私藏男子的贴身物件，说要学习针法，你觉得你这些话会有人相信吗？太夫人，我真的是为了学习针法，我想做一条刁奴，还敢狡辩？你以为我们这些主子就这么好糊弄吗？母亲，冬青自小就跟随在我身边，他的为人我最清楚不过了，他对侯爷是不会存有非分之想的。你治下不严，我还尚未问你的罪，事情摆在面前了，我还如何相信你啊？冤枉啊，太夫人！其实那条腰带是……冬青，你作为主母的大丫鬟，竟敢觊觎家主，按照徐家家规，你应立即发卖出去。不要，太夫人！母亲，母亲说的对，是我管教不严，还请母亲开恩留下冬青，我日后定当严加管教。太夫人，您请先息怒。冬青触犯了家规，是应该发卖。不过，夫人如此看重冬青，卖了他多伤夫人的心呀。您不如先把他留下来，这样夫人也会感激您啊。要惩罚冬青，可以想别的法子呀。十一娘，我知道冬青从小在你身边伺候你，你舍不得他。好啊，你们都在为他求情，那我也不是一个无情之人。把头抬起来。倒是个眉清目秀的。事已至此，我总得给全府上下一个交代吧，不然徐家家规往后还如何御下？十一娘，我给你3日时间考虑：一，退出仙灵阁，帮着侯爷纳冬青为妾；二，按照徐家家规，将冬青发卖出去。你自己选择吧。太夫人，这件事情与夫人无关，为何逼迫我们夫人？我就是把冬青关进柴房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踏出一步，不然打断他的腿。来人，把冬青拉到柴房。
现在不管我说什么，都没人会相信了吧？快走。夫人，菜都快凉了，您还是吃点吧。冬青被困，我又如何吃得下？这太夫人平时处处逼迫您也就算了，如今她竟用冬青来威胁您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琥珀，注意言辞。我可以不说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我也没想到，冬青竟会对侯爷生出不该有的心思，这才让人抓了把柄，连累了夫人。可是我不信冬青会对侯爷有非分之想。可若不是如此，他又为何自藏侯爷的腰带呢？那就算冬青有错，太夫人又是如何得知？我总觉得此事有蹊跷。冬青平时就心直口快的，这不知不觉被人看出了端倪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反正我是不会让冬青被发卖出去的。夫人，你也不必太过忧心，此事尚未定局，一切都还有转机。只是这侯府规矩繁多，令您郁郁寡欢，实在不如在仙灵阁时来得畅快。没想到太夫人居然会利用冬青来逼迫夫人。夫人如此看重冬青，定舍不得发卖了她。想来此事太夫人定能如愿了。那可未必，以夫人的性子，肯定不会轻易妥协的。可夫人若是一再违逆太夫人，就不怕徐家容不下她了？徐家容不下她，你怎知不是她容不下徐家呢？好了，我乏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等成功离间了侯爷和夫人，我的筹划就能成功了，我内心的痛苦也能消散些了吧。我给你3日时间考虑：一，退出仙灵阁，帮着侯爷纳冬青为妾；二，按照徐家家规，将冬青发卖出去。你自己选择吧。别担心，一切有我。